接下来我们要持续关心到的是，现在在全球都在疯 AI， 还有美国的政策支持之下，没有想到赚最多的是川普的家族，他的身家暴涨了70%哦，包括川友友等等都大赚钱，但是美国的百姓陷入在地狱当中，底层吃不起。并不起，而且是非常压力非常大的。我们赶快来看到现在在美国整体的社会氛围，当然了，股市狂飙，尤其在 AI 股上面，那矽谷也狂砸钱，华尔街狂投资。那么我们现在来看到。最受惠的当然还是美国的富豪，他们在近期可以说是集体暴富。来自于彭博一个最新的一个数据，直接显示了目前全球前500大富豪的财富啊。2025年竟然暴增了2.2兆美元，这个数字其实已经创下了历史新高。但是其中呢，2.2兆美元这个暴增的财富当中，有1/4竟然都是集中在美国。美国的哪一些人？8名的美国的科技还有政商权贵拿走了1/4的这一些钱。最夸张的就是川普本人，他赚最多钱。川普短短15个月内，家族财富直接暴增了70%。净值飙升到68亿美元，权力加政策的支持，川友友当然一起赚了非常多的钱。更讽刺的是，现在全球非常的动荡，我们看到多个国家都有战火，但是在跨年派对上，直接是在佛州的海湖庄园办起来了。宾客名单有谁？其实这些很多的宾客名单都涉及到了这个有关于战火的，像是南美快要开战了，还有中东战火。我们看到包括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、中东的亿万富豪、川普的死忠政治盟友，还有川普的儿子小唐纳等人都在这一场派对上面，大家高调的开香槟等等。那么宴会上还卖这个画作，一开价直接开出了新台币8000万元，非常的有钱。在这个同时，川普还不断的喊世界和平。好，所以节目一开始要特别请教孙委员怎么看了。刚刚说了，川普家族15个月内他的这个财富暴增70%，到底他的政策是为自己服务，为川友友服务，还是为广大的美国人服务？委员怎么看？对啊，川普的确是很妙哦。我曾经不止一次在节目说过，我是他最大的粉丝，所以因为有他，中华民族才能够完成伟大的民族复兴大业。那也因为有他，一个立国200多年的美国，恐怕在未来的几年之内就会崩解哦。那你说川普当时在选的时候，他就在讲说要让美国再度伟大哦。就美国有没有再度伟大，我不知道，但是川普的事业的确变得很伟大哦。在过去这几年，我们还不要讲说大家现在在台面上知道的，因为我说我在研究所教 AI 教区块链哦，所以我一直对加密货币市场一直在关注。川普的2儿子结合了世界的几个加密货币的巨头，在中东推着这些案子，就带动了加密货币前一波的涨势哦。而且不仅如此，他们还影响了共和党，影响了美国的国会，最近才通过了2个加密货币的法案，一个叫做 Clarity， 另外一个叫做 Genius， 这2个法案全面的对加密货币进行松绑。这个其实基本上以我对区块链的了解，跟全世界所有的国家政府的操作是背道而驰的。因为国家对于加密货币都有防范洗钱的可能，所以它一定都是强力的监管。只有美国通过这2个法案是进行全面的松绑。所以光是在加密货币这一轮啊，我在想，川普的家族大概的收入就已经很惊人了。各位看一下过去那段时间比特币是怎么疯涨的哦。那你现在回过头来看，美国是过什么生活？美国每8个人就有1个人在领食物券。美国有4200万人，他是在贫穷线上下，所以他必须要靠食物券生活。更重要的一点是，除了那4200万人之外，美国还有更多的人在食物银行领食物。食物银行是你不能领食物券的人，你才去领食物。所谓你不能领食物券，就是说你其实是有收入的，那你的收入可能这个还没有低到在这个贫穷线，所以呢，你没有办法拿这个食物券，可是你活不下去啦，你怎么办？你就只好去食物银行低着头拿食物。我们曾经看过几个报道，就连美国的军人他们的家属都要低着头跑去食物银行排队去拿食物，为什么？就是因为贫富差距大到已经吓死人了。所以美国今年最流行的一个英文单字叫做 affordability， 就是你负担得起吗？因为这句话在 New Jersey、在 Virginia 的州长选举，在纽约市的市长选举，民主党可以横扫美国。最主要的原因就这句口号啊，你负担得起吗？
你负担得起你的生活吗？所以其实这是美国现在最大的问题哦。就这个问题如果不解决，其实坦白讲，我也替川普捏把冷汗啊，因为我希望他这个正宫康泰啊，最好连任到死为止，能够当多少届就当多少届了。所以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，川普现在的民调已经跌破了40%了。那接下来他要在其中选举，要能够继续稳住他的政权，恐怕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了。是好，所以在此刻，我们看到贫富差距越来越大之际，当然了，在这个民主党方面呢，现在又提出了要做改革，尤其2个地方、2个州，现在也掀起了这样子的一个声浪。首先是在纽约，另外一个是在加州。纽约是他的首位穆斯林市长，这个曼达尼站出来上任才第1天，立刻站在百姓这边说，他要对富人加税来补贴这些劳工阶级，因为真的已经过得太苦了。这是纽约的部分，再来是加州了。加州的基层民意现在也要求说要推动富人税，结果没有想到这个 idea 这个消息一出来，有这样的想法之后，当地的这些创投大佬就开始讨论说，那我干脆离开加州好了，去其他地方创业，准备撤资。现在可以看到美国整体的氛围就是被资本所绑架，但是即使我们看到纽约跟加州要对富人开刀，川普的这些权贵还有川普的政府本人会乖乖让利吗？平民跟这个富豪之战正在撕裂美国吗？张将军怎么看？我认为这个蛮困难的，因为这是结构性的问题，很难3两下就可以做解决。那纽约市长也好，或加州州长也好，我认为他把问题看得单纯化了。美国是一个贫富差距非常严重的一个国家，1/1000的人 on top 就顶端的人，他就占了美国15%的财产，1/1000啊，1000个人里面就1个，其他999，你们只拿85%了啦，那其他999人呢，拿的就你看看，那前面20%就拿全部美国财产的1半，那其他80%呢，对不对？你们就有剩下那1半了，80%，你看到没？所以美国贫富差距是没有办法来扭转的。那他们会有3个障碍。第一个障碍，大家移州报税。我纽约，那我离开纽约，我去其他地方报税，我甚至可以到波多黎各去报税，到关岛去报税，都躲掉了，他的报税就跑掉了。你说移州报税跑到其他地方，那你的税就减少，你要不要？那市场背负压力好大，哇，财政怎么这个时候收支地方税怎么变得那么少？压力就来了。好，那我就不要了，不要玩了，会变成这个状况。第二个这个市议会啊，纽约市的市议会或者加州的州议会啊，他的州议员、州众议员、州参议员会起来反对，因为议员他本身就有钱呐，他怎么会听你那个州长的？怎么会听你市长的？对不对？他整个州议会跟市议会这个预算就卡你市长，卡你州长。那州议员还有这些市议员就把你做梗啊，因为他们都是既得利益者，既得利益者会让利吗？困难度很高啦。这个做道德劝说效果是很少的。第三个，我们来看呢，他们会如果是这样的出招的话，纽约市长或者加州长出招了，那我很简单，我减少投资，我不要投资在纽约市，我不要投资在加州，我跑到其他地方去投资，钱搬走了，那就减投资，造成这些市长还有他的州长压力会非常的大。对。好了，那就大家来妥协，又变成因为民主就是变成妥协。那妥协之后，想想看，那这个贫富差距的这个缩小有没有改善？又没改善了，又回到原点。那为什么回到原点呢？因为结构性的问题啊，很难解决。好，结构性的问题使得这个贫富差距其实很难被解决，而且是越来越大。那现在其实呢，在美国当地受害最深的有3个比较惨的族群，第一个就是农民，第2个族群就是穷人，最后就是病人。我们先来看到农民哦，因为这个去年大家不是在讨论这个贸易战吗？那有关于大陆停买美国的大豆。那现在中国大陆是回头买了800万吨的大豆，但是大豆价格至今还是一路的走跌，所以现在美国农民的压力是非常非常巨大的。再来穷人哦，从元旦开始，食物券呢，美国政府已经规定了，在某些州，像是犹他州啊，或者爱荷华、印第安纳州等等，总共是5个州呢，说你食物券接下来为了你的健康着想，少吃糖啊，所以呢不能买汽水跟糖果。那民众就抱怨说，重点也不是说我们想要吃这些食物，而是那些好的健康的食物我们买不起啊。最后最惨的还有病人。2026年我们来看到350种药物会涨价，比起2025年多了100种涨价的药物，而且包括了疫苗、癌症药物，全部都在涨价的名单当中，百姓苦不堪言。聂老师怎么看 ？OK， 真可怜啊！农民活不起，这个穷人吃不起，这病人这个病不起。
我先讲一下这个跟农民有关哈。我们知道大豆因为地缘政治的关系，不是被限缩吗？中国不买嘛，那不买怎么办呢？这个农民就紧张，就急跳脚，对不对？那这时候呢，当然中国它可以 shift 到巴西啊，巴西全世界产大豆38%，你产30%，你却跟我打关税战、贸易战，对不对？后来呢，当然他们在妥协之后呢，又开始买。可是重点来了，就算你后来回头买，中国回头买，但是他不会用贵的来买啊，因为我可以到别的地方买。这次阿根廷、巴西都可以供应我们大豆，可以比你便宜，所以你只有便宜我就会买，而且当然也可以做好这个所谓关税两边的互惠。这时候呢，当然就卖出去了。可是卖出去重点是你荷包还是没有，口袋没有办法涨啊，还是很缩啊，所以他真的是活不起来，因为他们的收入有限，因为赚不到。好，那我觉得这个还不是最重点，我就刚刚讲一个最重点的，还是这个我讲并不起的问题啦。我想前面之前我们分析过一个很重要的问题，就是全世界的药，知道在这个中美贸易战，所以中美这个所谓的决裂之后，农业之争之后，就有太多地缘政治的问题，会让美国真的是一路的打趴。包括药品，大家都知道 API 叫什么东西，叫 active 的 pharmaceutical 的 ingredient， 叫做原料药。全球有非常多重要的药都是被原料药控制，这个组合里面没有这原料，你就没有办法去做到最后的终极料。所以美国有700种被统计，有700种原料是被中国控制住的。所以这个讲不好听，你如果被控制住，你药品又会贵，那又有各种这个策略、这个政策的医疗政策问题，让这个药品越来越贵。请问病人他怎么病得起？所以我觉得这个时候呢，你就发现到美国的确这个苦日子就要继续撑下去。当然，我们在美国生活很久了，大家我们也看得到，美国很多人真的是靠补助食物券生活的。讲不好听，你真的很惨的时候，你就干脆存款都不要有，全部都没有，就靠国家就会补助你了。那生病呢，你就一直看病，因为美国生病很贵，看病很贵的，就一直去看，一直看。只要你没有存折，你可以一直看，然后一直赊债。我以前在美国做二房东，租的就是这样的美国人啊，他就是过得很自由，所以弄到最后，全美国的可能会看起来这个活不起，这个吃不起，病不起，他就瘫了，这个才叫真正躺平啊，完全躺给国家，由国家去接收。所以我觉得他们会让这个国家整个社会问题会越来越严重，而不是说光是人民的问题，人民可怜，人民穷，但最后会弄到这个整个国家会走很严重的当寸。所以川普现在一开始上来第一版的时候说 American First， 美国优先，这次来一个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。